一听说叶晨也要给10万美金，马兰和肖长坤激动得溢于言表。马兰忍不住鼓掌欢呼道：“哎呀呀，今儿是什么日子啊？好事儿是一桩连着一桩。我早就听说迪拜是购物天堂，去那儿买肯定特别过瘾。”说罢，他看向一旁的肖长坤，问他：“迪拜要不要签证啊？”肖长坤想了想，好像不要。太好了，马兰更是激动，连忙道：“啥也别说了，今天收拾行李，明天就出发。”说着便要起身回房收拾东西。肖长坤赶紧拦住他：“你别着急啊，哪能说走就走？好多事儿还没确定呢，航班、机票、酒店这些都得提前订好，而且还得先上网做做功课，看看哪里好玩，哪里好逛，然后选一个最方便的酒店。而且咱还得看看迪拜周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，规划一下这次一共去多久。”对，马兰恍然大悟，称赞道：“还是我老公考虑周全，要不你现在就赶紧看看。”肖长坤说道：“咱不急这1天2天，虽说会里平时没什么事儿，但我要出去玩，肯定得提前把会里的事情安排好，也得跟裴会长打好招呼。最近裴会长正在活动往上走，未来会长的职位就是我的了，我得注意一下在会里的影响，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不把协会当回事儿。”说着，肖长坤又道：“再说了，我还得等张二毛给我回信呢。”马兰好奇地问：“你找那个张二毛干嘛？难道你又开始倒腾古玩了？”肖长坤摆摆手：“不是我找他，是他找我，具体的事儿我3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，你就别操心了。我明天催他尽快，另外晚上我也好好做迪拜的功课，争取3两天搞定所有事，咱们就出发。”行。马兰这次一反常态，对肖长坤的一笔带过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也没有见缝插针的找机会讽刺挖苦，而是非常识大体的说道：“你这马上要当会长的人了，确实要多注意影响。我反正平时也没什么安排，你协调好你的时间，咱们就出发。”肖长坤笑呵呵地说道：“好，我回头先弄个大概方案给你看看。”说着，肖长坤便站起身来，迫不及待地说道：“我先回屋了，这种事儿得拿个本子一边查一边记。”马兰下意识的也跟着站起来，开口道：“我跟你一起。”其实马兰是想趁着今天跟肖长坤说开了很多事情，干脆就让肖长坤搬回自己卧室算了。两人毕竟分居很长时间了，以前是冷战时期，谁也不搭理谁，所以分居是理所当然。但现在既然重归于好，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分居的必要。不过马兰仔细一想，这种话自己肯定不能主动开口，不然实在有些没面子。最好是肖长坤主动搬回来，要是肖长坤一时半会的拉不下脸来，马兰觉得也不要紧。现在的他脑子里会为肖长坤多想一点，大老爷们要面子也实属正常，所以不如等过2天两人一起出去旅游的契机，一起出去玩。住酒店的时候自然住在一个房间，这样的话等旅游回来重新回到一个屋睡也更加自然。翌日，临时住在古玩街附近快捷酒店的周良运一大早便来到了古玩街。昨日他虽请那摊贩帮忙物色店铺，但他也知道别人真帮忙的可能性并不大，一切还是得靠自己。昨天下午他在古玩街发现有不少店铺都写着旺铺出租或转租，想来现在古玩街的买卖也不是那么的好干，于是他早上一到古玩街，便来到那些转租的铺子里了解情况。古玩街当年鼎盛的时候，也是国内文玩市场最火爆的时候，所有倒腾古董文玩的人现在想起那个黄金岁月，还依旧忍不住激动地直拍大腿。那个年代，一对文玩核桃至少几千块钱起，好的甚至几十上百万。一枚天珠像小孩子的小拇指一般大小，开口就是几千万起步，高的甚至上亿，关键还真有冤种买。最可笑的是，几年前一种名叫滴血莲花的文玩强势杀入这块市场，一登场就被疯炒到了天价。后来人们才发现，那玩意儿其实就是南方路边景观植物的种子。现在古玩街的商贩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入行的，在那个黄金时期，古玩街一铺难求，
一间不足20平的小门脸，先不说房租多少，单是转让费就高达几十万，大一点的铺子，转让费上百万也稀松平常。不过现在文玩行业遇冷，古玩街一半以上的铺子对外转让是根本收不到转让费的，只有位于核心位置的好铺子还能收点转让费。周良运看了一圈，相中了一个正在转让的2层商铺，店铺名叫珍宝轩，位置不好不坏，算是中规中矩，面积也还凑合，每一层大概50多平米左右。楼下被现在的经营者用来卖玛瑙翡翠以及一些冷门的廉价宝石，2层则是经营者用来自住的卧室。这间铺子对方的报价是15万转让费，送剩余的3个月租期，租期到了之后跟房主以20万1年的价格续租，20万的年租金不算贵，只是15万的转让费多少有些狮子大开口。于是周良运便跟对方说道，你这店我有印象，当初我在吉庆堂的时候，这家店就已经开了挺长时间了，你跟房主签的合同肯定不是20万1年吧？对方回答道，我这店干了快10年了，我刚接手的时候给上一任租户交了30万转让费，房租是1年25万，后来生意不好做，房租一路减到了18万，不过房东现在后悔了，打算涨租到20万，我是真心不想干了，所以也不想跟他续签了。当年30万转让费，现在我打个5折，只要15万还附带3个月房租，这价格已经很低了。周良运点了点头，对方的话虽然说的滴水不漏，他也没有质疑对方这番话的真实性，唯一让他存疑的是这铺子现如今的价值。当初的转让费只是代表了当初的行情，而现在的价格和当初的转让费没有任何关系，只和现在的市场价值有关。这和股票的逻辑是一样的。以现在古玩街的生意情况来看，这种小铺子根本不可能收到1毛钱转让费。这其中原因也很简单，生意不好做的情况下，很多店面都是亏本的。大部分商家因为租约没到期，租金没到期，所以只能是一边硬撑着，一边尝试转租，同时也已经做好准备，一旦没人接盘，自己就只能撑到最后一刻。可一旦租约到期，以目前亏本经营的现状，他们肯定不可能再跟房东继续签下1年的租约，所以到时候必然要收拾东西走人，把铺子交还给房东，以换回攥在房东手里的押金。现在开口要转让费，那基本上就是抱着能坑一把是一把的心态。一旦租约到了最后1个月，他们自然会放弃转让费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周良运见对方铺子里已经没有多少货物，便知道这老板肯定已经进入到甩尾货的阶段，能卖一点是一点，多少回点血，但让他再花钱进货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了。其实要说周良运也并不缺钱，10几万块钱转让费对他来说完全是9牛1毛。不过他心里也很清楚，类似古玩街这种商铺集中的区域，彼此之间是没有秘密的，哪家的生意怎么样，哪年开始干的，老板什么来路，生意有没有什么猫腻，大家几乎都能打听得到。如果今天自己盘下这家店，合同还没签字，估计整个古玩街就已经知道了。如果知道自己当了冤大头，那一定会沦为整条街商户之间的谈资和笑柄。而且自己本身又是打算开店就从收古董以及帮忙鉴定古董着手，一旦让人冠上一个冤大头的标签，以后不知道会有多少三教九流上赶着来骗自己。自己虽然有足够的专业水平，能确保自己尽量不上当受骗，但当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盘菜的时候，自己光是应付那些人也会焦头烂额。至于鉴定古董的生意就根本不用想了，没人会花钱找一个冤大头来鉴定东西。所以想在古玩街立足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杀得一手好价。于是他便开口道，这样吧老板，你这剩下的3个月房租，我按你实际的租金给你。你现在的房租不是18万1年吗？1个月就是1万5，3个月就是4万5千块钱的租金。你呢，就不用在这里硬耗着了，拿着这3个月的房租也能稍微回点血，但是转让费这部分我就给不了你了。对方一听这话，
表情顿时有些郁闷地说道：“那怎么行？我当时可是花了30万转让费的，真金白银，1分钱也不少，你多少也得让我回来点儿吧。”周良运摇摇头，开口道：“真不好意思，我手里资金有限，盘下店铺之后还得上货，手头实在不宽裕。你要是收转让费，那我只能去别家看看了。”对方还想抻一抻，于是便道：“那没办法，你再看看吧。”周良运没说话，转身就往外走。对方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决绝，连个尾巴都没给自己留，心里顿时有些慌。他这间铺子对外转让已经赚了半年了，这期间几乎没什么人来问，偶尔有1、2个，一听说转让费也是转身就走，而且有的人知道自己着急转手，甚至连剩下的房租都要求打对折。他苦苦撑了6个月，到今天，无形中的房租又损失了9万块，但这6个月累死累活，净利润还不到2万，而且随着他店里的货越清越少，已经不可避免地给人一种快要黄摊子的感觉，所以最近就更没什么生意了。偶有来买东西的客户，也都看出自己着急清货，砍价都不是对半砍，而是直接打1折，甚至更低。继续耗下去，未来3个月估计更难熬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赶紧脱手算了，剩下的货找个同行低价兑出去，自己也算是早点解脱。于是他叫住周良运，开口道：“哥们儿，别急着走，咱们再聊一聊。15万转让费你嫌多，那我再让你一口，10万块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周良运转过身，认真道：“转让费我1分都不出。”那人急了，脱口道：“你好歹也给个1、2万块钱喝茶钱，我这铺子真不错，你拿过去肯定能赚钱。”周良运思忖片刻，开口道：“这样吧，如果你今天能把铺子给我腾出来，我给你加5000块钱辛苦费，连着剩下3个月房租我给你5万，多1分都没有了。你要觉得行，现在就打电话叫房东过来签合同，另外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找个货车拉走。你要是觉得不行，那我就直接走了。”说完，周良运又道：“说实话，我要是再转转，肯定能找到比你这更合适的铺子，但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坐在这里傻等可等不来我这么有诚意的客户，这种情况下，你要还铁了心不愿意割肉，那你就得做好自己拿到底的准备了。”周良运的话一下子戳中了对方的痛处，他骂骂咧咧地说道：“老子10几年前买的石油股，到今天也没解套，一到该割肉的时候，我就磨磨唧唧不舍得下手，本来还能留条裤子，最后连裤衩都亏进去了。”说罢，他一咬牙，脱口道：“算了，就按你说的，5万块钱，我今天给你腾出来。”周良运点点头：“那你联系房东吧，一起把合同签了。”房东还没来，周良运拿下这家铺子的消息就已经在古玩街不胫而走。吉庆堂的陈宇飞没想到周良运的速度这么快，一下子就有些着急了，于是赶紧给张二毛打去电话。电话一通，他就急不可耐地说道：“二毛哥，周良运那老小子动作可是太快了，这一早上的功夫，他就把铺子定下来了。我托您给找的东西，您有消息了吗？”张二毛也没想到周良运效率这么高，于是便开口道：“东西你先别着急，我正找人打听呢。周良运水平比你高，而且未必在我之下，能唬住他的东西不好找。”说罢，他又问：“周良运拿的哪家铺子？”陈宇飞脱口道：“拿的珍宝轩，据说1分钱转让费都没给。”嚯！张二毛有些惊讶地说道：“珍宝轩的老板又臭又硬，竟然1毛钱转让费没收就把店转给周良运了。”陈宇飞道：“一点不假，据说给了珍宝轩的老板5000块钱搬家费，让他今天麻溜的收拾东西滚蛋，这他妈不是侮辱人吗？珍宝轩老板没打他都算不错，竟然还他妈答应了。姓周的这家伙有点东西。”张二毛感叹一声，开口道：“得了，下午我去一趟古玩街，先会一会这个周良运，